才能打出高质量的后场高远球？改进正手挑球技术到底有哪些方法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刘伟东，今年24岁，打球有1年的时间了，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希望通过各位名师的指点呢，能够使自己的羽毛球技术得到一定的提高，同时能够享受到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。好，停一下啊！1年多打到你现在这样程度，挺不错。谢谢老师。真的，但是打球的时候啊，你要放松一点。你给人第一印象太紧了，自己还没打球呢，就自己跟自己较劲，这个是一点。另外呢，你发球的时候，我就提示你一点，你的那个发球的脚。发球的同时，后脚抬起来了，这个是违例的。违例了。玩的时候没关系，如果你要跟别人打比赛，比较正规的情况下，发球裁判就会判你。你发球的过程当中，脚可以立起来，但不能有任何的移动，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另外呢，今天呢，我想啊，我给你指出3个比较基础的问题，很基础性的。第一呢，你在接球前，就是你发完球以后，你的这个手搁的位置，就是接球的准备姿势的这个手的位置不对。你把手举在这个地方，这种手型呢，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用，在单打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你连续进攻，形势对你比较有利的时候，你杀了以后，第2拍对方还过不过来，你可以扑球嘛，你直接上去，这个时候。这个手型是可以的，可是呢，你在接球的时候，你把手举在这儿，刚才王坤杀了你一个这个地方的球，你从这儿去接这个球，就那么长的距离过去很慢，因此呢，你那个球就没打着。对。那么，其实你只要注意一下，对方要进攻了，你准备接球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手收回来，搁在你的腹部的前侧，并且拍头呢，你要偏左一点。为什么要搁在这个位置呢？因为这个位置啊，到上下左右都是最近的一个距离，比较合理。那么他的杀球过来，你能很快的就反应。比方说一个羽毛球搁在你的腋下，你能够把它夹住，不至于漏掉，你的手就不会往2边开。然后呢，把手降下来，放在身体的腹部的前侧，你做一下，我看。对，这个姿势就再放松一点，就很合理。然后拍头偏左一点，为什么要偏左呢？因为反手球啊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保护你的反手的反拍面的左侧。我把拍子偏左一点，这个都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你把手搁好，但是呢，准备的时候啊，你的那个右脚要再前一点，你接球，对。再稍微再放松一点，当对方进攻你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姿势。你还要调整一下重心，对，很放松的判断对方的来球，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。第2点呢，你后场球、后场高远球，你能打一下，但是呢太硬。按照你的力量啊，你应该很轻松的就把球打得又高又远。你不要太硬，击球前一定要放松。比较从容的姿势是什么呢？首先你要有一个准备姿势，你要把身侧过来。为什么要侧过来？你刚刚你打球的时候，你就有点正面，比较正。正的话不够隐蔽，你得把身侧过来，隐蔽起来，让对方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侧过来，然后呢，当对方球过来，你这样眼睛去找球，那么脚步加上你的步伐移动。当那个球头往下掉的同时，你抬走，小臂后倒，一定要充分后倒，因为你要发力，你要让出距离来发力。后倒，外旋转腕，正拍面。向前上翻，把这个球击出去。击球以后，你要注意啊，向左下方挥动，不能够向右下方，这个动作就不协调了。
转体，对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发力的时候啊，靠什么样的力把这个球击得很远呢？我刚刚说你外旋、转腕，就靠这个力，啪！你看我的手背，仅仅是小背，握紧球拍，这样就把球击出去了。你不能够用不着像你刚开出那样甩大背，用很大的劲儿。推得快一点，哎，好，再引拍慢了一点啊，早一点。好，哎，这个停一下。你刚才这个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，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？往后你打的时候，你还要注意一点啊，你击球的这个拍面啊，刚刚我强调了一个正拍面击球，那么样击在这个球拍的哪一个点上是一个最佳的点呢？就像网球有讲甜点，就是弹性最好的那一点，拍面一半距离的偏上，这个位置那是弹性最好的一点。那么就变成你现在要注意，你引拍动作要早一点。那么什么情况下引拍呢？当那个球托飞行过来，球托刚一往下掉的时候，你不是有准备动作开始吗？你就要开始引拍，正好它掉下来的那个时间距离。你引拍上去是打高远球最佳的一点。打。好的，停一下。你现在真的是比刚才又进了一步，能够点比较合理。但是你现在的手背要注意2点啊，你要为下一个球做好准备啊。你往左下方挥动，然后完了以后放回击球前的准备姿势。这是一点。第2点，你侧身，一开始你已经侧身了，准备转体。转体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迎着球向上的这样的趋势，哎，一定要向前上方，这个是比较积极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否则你往下做。你可以把左手抬起来，左手是像一个参照物。那么我准备的时候，我拿左手去指向球，你看见球托一下的时候，左手往下拉，右手上去，马上击球，并且呢，把这个右脚，你看右脚蹬向前面，迎着球蹬下去，哎，同时一块儿走，它不能球已经出了你才准备，那就晚了。你一定要精力很集中的看它的拍子，球托从拍面一出，你就提示自己准备，不是转身。准备，然后你把手伸出去，然后喊击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开始引拍，手肘要上抬，这样你精力会很集中，然后时间不会太晚。试一试啊，准备，击球，好，用力再向上一点，准备，击球，好的，准备，击球，好，停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通过一个很小的方法，迫使你准备的？你有很充足的时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你的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前场正手往前的挑球，讲解一下。关键是什么呢？不能挥背太大，前背外旋伸腕引拍，这个姿势。然后胯部准备着地，着地的同时，然后向前上方立起手腕来，这样发力。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手腕，我们是这样子撑的，你看，后伸、前屈、内收、外展。那现在这个挑球呢，我们要用到一个什么样呢？我们要用到后伸到外展，到手腕展起来，这样一个用力的顺序。发力，同时呢，手指握紧球拍，把球挑起来，拽紧球拍，球就向前上方就挑起来。脚着地的同时，要把这个球打出去，脚手一致，你不能先跨脚再打球，也不能先打球脚后落地，争取同时上下身协调起来。展腕没有啊？
好，要在球托相反的方向升腕。你刚才是不是相反的方向？太上了，搁在这个下面，等这个球，等这个球，然后呢，击，转腕击球。你现在基本上抖上的可以，但是你现在又有一个问题，你的脚，像你刚才这个动作，王坤的球在这，你的脚在这。对，我已经理解了，老师。形成一个这样的角度打球，对，你的重心都不稳，不稳了，而且击球的角度都没角度了，你特别不舒服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一点击球，你只要把脚移过来对准球，再形成一条直线，你看你就便于你把这个空间让出来，你可以打斜线、打直线，任意的一点。如果球过来在这个角度，你把脚尖对着这，我在这挑球。是吧？手跟脚的角度要统一是第一，手脚跟球的角度要成一条线。哎，对，不好。你看你在这击球的脚在这，对着球，脚尖对球，跨过去。手搁在球下面，不是伸腕在球下面等着，好一点。对，便于你把这个力量能够用出来。你现在你可以做一个练习呢，王康给一个球给我，你看你可以向上，你看这样一个发力，这样一个动作，你看，并且右脚上右脚，打得越高越好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老师。不能够这样啊，不能够这样，像你那样。这个一般是平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，老师。你来试一下，放松一点啊，轻轻一点。哎，脚手要一致啊！你现在那个脚手没一致起来。你看小刘，今天我给你讲的3个问题都是最基础的问题。你看今天的后场高眼球，那么它是后场击球技术的基础。你打好了后场高眼球，你将来吊球、杀球你都可以。今天还讲了一点，就是前场的挑球。那么前场的挑球呢，又是前场击球技术的挑球、搓球、高球、推球的一个最基础的动作。那么你学好了这个发力的方式，以及那个引拍、挥背的动作，将来你学推球、学勾球、学搓球都会很容易，都是一个基础性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请王坤呢给你加大一点难度，那把今天学的2项技术呢，你看连贯起来，你应用一下。你后场高眼球，击一次高眼球，你到前场挑一个球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这个高眼球不错。好，停，你看，王坤给你送球相当的难度，已经几乎接近于底线。你同样可以回到相对于对方的那个底线位置，然后前场你能那么大的距离，你把这个球接着挑起来，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？进步挺大，是吧？挺有效果的。